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国防部深夜发表声明，立即实施权力移交那么这个新闻有一些网友不愿意看到但是这是事实，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基于事实的报道美国国防部11月23号深夜发表一份声明，宣布立即采取行动，实施权力移交计划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总务管理局 GSA 是美国总务管理局去函拜登，表示向拜登团队提供展开交接程序所需要的相关资源和服务稍后，这个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也表示，他已经下令他的执政团队按照启动政府交接所遵循的规则做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发表这个声明的原因那么拜登的交接团队表示他们发表的声明表示说，总务管理局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并表示会在未来几天与联邦政府官员会面，开始应对国家面对的各种挑战。好，国防部的声明是怎么说的我基本上把全文跟大家念一下。国防部收到总务管理局的通知，根据总统过渡法 GSA 将为拜登团队过渡小组提供选举后的资源和服务。拜登团队的负责人当晚已经和国防部的官员联系，那么基于总务管理局局长的决定，并根据相关法律、国防部的既定政策以及白宫与拜登团队之间的备忘录，国防部将立即实施交接计划。声明说，国防部权力交接行动小组负责协调国防部与拜登团队之间的所有安排。声明最后说，美国国防部准备好以专业、有序和高效的方式提供大选后政府交接相关的服务和支持，以符合公众对国防部以及对我们致力于国家安全的期待。这就是整个国防部的声明。那么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通常会在总统选举结束的几天内向当选人发放移交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是提供资金为资金、办公场地和设备为当选者接收例行的国家安全简报等很多和这个政权移交的工作那么在11月3号到今天为止的3个星期之内，现任总统川普认为选举存在舞弊，并通过法律挑战当前的选举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直到昨天晚上才发表这个声明就是向川普团队提供这个选举后的服务和资源的原因那么总务管理局局长莫菲在这个给拜登的信函中说他说了几句话我这里强调一下，因为昨天我们的突发新闻有一些不周全这里面不周全包括一些陈述，包括一些背景资料，我们没有讲得太完整因为是一个突发新闻，那么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同的看法。我这里再把这件事情再重新梳理一下那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很不接受那我就讲这件事情，我们进行补充的报道莫菲Emily Murphy 在信中说，总务当局或者总务管理局不决定也不认证谁赢得总统选举，这话完全没有错但是因为近期有关法律挑战以及选举结果认证的进程，他决定拜登的团队现在可以获得展开政府交接所需要的
相关资源和服务啊。那么莫菲局长是这么说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莫菲局长给拜登的这封信完整的读一遍，我读的是中文啊。那么有英文条件比较好的网友可以自己直接去总务管理局，他有一封信在上面，大家可以去看啊。那么网上也流传很多。那这封信呢是大纪元提供的翻译啊，我这里明谢一下啊。那么大家知道我英文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直接念翻译啊。亲爱的拜登先生，作为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根据经1963年修订的总统过渡法，我有能力提供选举后特定的资源和服务，以协助总统过渡。见美国法典第3篇第102条注解。我认真履行这一职责。由于最近事态的发展，法律挑战和选举结果认证，我今天去函向你提供这些资源和服务。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公共服务，我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请了解，我是根据法律和现有事实独立做出决定的。我从未受到任何行政部门官员，包括白宫或者总务管理局的官员，直接或者间接压力。他们也没有对我做出的决定的内容和时间施加压力。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收到任何要求我推迟决定的指示。然而，我确实在网上、电话和邮件中收到了针对我的安全、我的家人、我的员工，甚至我的宠物的危险，试图胁迫我过早地做出这个决定。即使面对数以千计的威胁，我始终致力于维护法律。与媒体报道和影射相反，我的决定并非出于恐惧或者偏袒。相反，我坚信法规要求总务局长确定明显的当选总统，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当选总统。遗憾的是，法规没有为这一过程提供任何程序或者标准，因此我参考了以前选举中涉及法律挑战和不完整计票的先例。总务管理局没有规定法律纠纷或者重新计票的结果，也没有决定这种程序是否合理或者正当。这些问题是宪法、联邦法律和州法律所规定的问题，应当由管辖权的法院通过选举认证程序和决定。我认为，一个负责改善联邦采购和财产管理的机构不应该把自己凌驾于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之上。我强烈敦促国会考虑对该法进行修订。如您所知，总务管理局局长并不挑选或者认证总统选举的获胜者，相反，根据该法，总务管理局局长的作用极其狭窄，为总统过渡提供资源和服务。如上所述，由于最近涉及选举结果的法律挑战和选举结果认证的发展，我已经决定，您可以根据要求获得该法案第3条所述的选举后资源和服务。总统选举的实际获胜者由宪法中详细规定的选举程序决定。该法第7节和2020年10月1号第116至159号公法规定，在2020年12月11日之前继续拨款，为您提供630万美元，以执行该法第3节的规定。此外，根据第116至159号公法，授权拨款100万美元，用于被任命者提供情况介绍会和编制过渡目录。我提醒你们，该法案第6条对你们提出了报告要求，作为 GSA 获得服务和资金的一个条件。如果我有可以为您提供的任何帮助，请与联邦过渡协调员玛丽 Mary Gilbert 女士联系。真诚的，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
Emily Murphy， 他在这封信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他没有权利啊。之前我们的新闻的标题是确认这个胜选，那后来我把这个题目改了一下，认定啊，改成由确认为认定，因为这里面其实在中文的含义当中，确认跟认定是同义，没有区别啊。但是在法律上，美国总统的确认是由国会确认，而不是由这个局长确认。但是这个局长，总务局的局长，当他要向已经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就是说已经获胜的这个候选人提供这个资源和服务之前，他必须认定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认定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的。所以我们的题目就是说，总务管理局确认或者是认定他是胜选者。如果他不做这个动作，后面是没有。但是这个法律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美国的法律，就是宪法和联邦法律以及总统过渡法有一个问题，中间有个 bug。这个 bug 在哪里？总务管理局他并没有权利去确认谁当选，但是他需要为当选的人提供服务。于是这个局长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就必须做出一个判断，到底谁当选。所以其实我在上一个节目当中并没有说总务管理局有权确认他当选，就是确认拜登是胜选的人，但是他必须确认有个人胜选，否则他就没办法做这个动作。我们的报道其实讲的是这个进程，这个什么进程？这就是联邦政府层面的进程，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条。到目前为止，下一任美国总统到底是谁？目前还没有结论。为什么？因为真正要确认下一任美国总统的这个当选人是由谁决定？由美国的国会，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才有权利，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确认谁当选。这要经过12月14号美国的各个州的选举人投票，完成投票动作之后，由美国的国会最后开一个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是由副总统主持的，现任的副总统主持的，然后确认当选人是谁。所以在这个程序之前，没有人是已经确认当选下一任总统的，理论上来说。但是在根据过往的选举来看，通常美国的候选人都会有其中一个人首先认输，就说我已经输了，恭喜你对方。所以呢，那个时候美国的总务管理局的局长是没有任何困难，他很快就能够确认谁当选，因为其中有一个人认输。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总统过渡法并没有规定，如果其中有一个总统有一个两个候选人都没有认输的情况，总务管理局局长怎么办？法律当并没有这样的规定。那这个时候总务管理局的局长就必须尽快的去确认某一个候选人当选。如果他不做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问题。因为如果当你等到1月份的时候你才能够确认的话，那这个候选人，那么这个有可能当选的这个候选人，他就会面临他的准备不足的问题。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如果这个总统他移交这个总统的过渡这个过程出现了混乱，那是非常危险的，对美国来说。所以呢 Emily Murphy 他就根据现在的情势去认定拜登已经胜选，他于是写了封信给拜登，向拜登表示，我现在可以向你提供服务，选举后的服务。根据是什么？根据是总统过渡法。所以他也没有，其实他没有权利去确认这个选举结果，但是他必须做这个动作，因为他不做这个动作的话，
整个联邦机构都是向拜登团队关门的，拜登团队就没有办法向任何一个联邦机构，包括国防部、财政部所有的政府部门去展开移交的工作，因为到目前为止，拜登的获得的选举人票仍然比川普高。现在是川普要挑战这个结果，而不是拜登要去挑战川普的结果，川普的胜局。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Murphy 这个动作对吗 ？Murphy 这个动作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除非川普在法庭上打赢官司，这个结果可能会被改变。如果川普没有打赢这官司，那结果就是这个结果继续往下走，那就是拜登胜选。如果这个结局，除非川普总统在法庭上、在诉讼上获胜，他才能改变这个进程，否则他改变不了这个进程。所以以现在的情势来看，Murphy 局长的这个行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与此同时，我昨天还讲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总统的表现。川普总统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其实 Murphy 局长的决定一定是得到了川普总统的首肯，他才会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背后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谁？是川普总统。所以川普总统做这个动作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国家利益。他决定让他的团队向拜登的这个团队进行政权移交的这个交接工作，这是符合美国现在的国家利益的。所以我在以这个为前提，我认为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具有道德品格的啊。我不管你对川普总统有什么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上川普总统表现他的高风亮节，而且粉碎了之前有人指责川普总统说他不会这个和平移交权利的这种猜测，这是不正确的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选举失控了，没有失控，这件事情还在他应有的轨道上进行。Murphy 局长做出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美国大选进程的一个正常的环节。Murphy 局长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么现在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现在的进程，我现在把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新闻也报道进来，就说明什么？国防部的这个决定，国防部大家知道是个非常机要而且非常关键的一个部门。国防部这个动作表明什么？表明整个联邦机构开始进入权力移交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拜登团队开始进入移交的这个状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其他的新闻，因为其他还包括拜登已经任命了他的一些主要官员，现在还有一个主要官员还没有说，就是财政部长。那么最新的消息是，拜登会任命原来的联邦储备局的局长耶伦担任这个财政部长啊。那么我本来今天讲一讲这个，不过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想把我们昨天和今天的新闻跟这个网友在表达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我理解川普的支持者现在的心情啊，那么我也理解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需要表达的一种情绪，但是有两点，我跟向大家讲两点啊。第一点，如果有一些网友连我的报道都不能接受的话，我敢肯定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你质疑
新闻事实本身，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找到真相，而不是仅仅是去和这个新闻事实来对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要接受什么？我们要接受一个和你想象的不一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这2条请大家参考。那么当然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不觉得我做错了任何事情，我只是认为我们昨天其实我说确认这件事，这个用词并没有不当只是不妥。不妥在哪里？因为确认这个词是有法律意义，所以真正要确认它的这个选举结果一定是国会。我为了避免这2个词的重叠造成的误解，所以我把确认改成认定。因为他不认定一个人胜选，他是不能启动这个进程的。其实这封信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没有权利做这件确认选举结果这件事情，但是他必须认定有一个人胜了，否则他怎么能向他移交权利呢？所以这是常识。所以有些网友在评论当中说，他没有说他确认，他当然没有说，他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他必须认定谁赢了。如果他不认定谁赢了，他移交的权利不是儿戏吗？这是基本常识。所以我们经常讲，那么还有一些网友又在攻击我，说我什么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那么中间我认为是有一些五毛在这里面兴风作浪，但是也有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那么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条，你反对没有意见，没有问题但是我不需要你来反对我，告诉我你反对我，你不需要告诉我错在哪里，因为你认为的错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对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跟大家声明一点，我做新闻做了20-30年了，我对新闻事实的认定是有我自己的标准，也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没有站在任何一个候选人一边。有些人说你在骑墙，对，如果你认为这叫骑墙的话，那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跟你不同，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是在报道这件事情，你是在参与一场选举，我们完全不同。你是在排队，我是站在队伍外面，我们2个角色是不一样的。你说我骑墙的就是骑墙，我必须2头都报道，但是这中间有不一样，我不可能2边是均衡的报道，因为新闻事实发生的不一样，所以有一部分报道会比较多，有一部分报道会比较少，这个非常正常。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有资格，我比你有专业，我比你看得更广泛，我专门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请川普的支持者理解我，如果你觉得我让你失望，那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仅仅是你如果只需要那些讲你想讲的话，那你真的不需要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不是只讲你想听的那些话，我讲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如你所愿，按照你的意愿去发展的，不是这样，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网友的支持，因为有这么多的网友来支持我，我们才会做到今天，也是我在面临各种攻击、各种打击之下，能够继续饱含热情的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原因。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么多网友来支持我，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爱护，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那么今天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那么在这个争议的议题之下，请大家保持风度，那么不要人身攻击，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你的对手，都不许人身攻击。我已经跟管理员说过了，任何涉及人身攻击的一律删除，如有再犯直接拉黑我有言在先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五毛绝不手软，五毛没有言论自由，五毛是言论自由的破坏者，所以不必客气。好，我们讲观点。美国每4年或者8年做一次这样的权力交接，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正常过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其实最核心的看2点。第一点就是你的权力交接，你的权力交接反映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它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是说它有多少飞机大炮，不是的，而是这个国家是不是稳固。所以你可以看，你在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无论是川普总统还是拜登，他们都表现出来什么道德上的，他们在道德上的修养，就是他们真的是为国家好，为了国家利益，所以让这件事情虽然双方都有争议啊，特别是川普团队对这个结果是有争议啊，不同意、反对啊，但是他们还是在现有的国家体制内去反映他们的诉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就反映了什么？这才真正反映了美国的强大。那么现在就有一些五毛在那个评论区里面这个说啊，美国的民主不过如此啊，我告诉你，这才是美国民主政治的真谛，就是允许不同的意见，但是又而且允许你去反抗这个结果，提供渠道去反抗这个结果。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选举有没有结果？还没有结果。无论是从这个宪政层面，还是诉讼层面，都没有结果。但是这个进程已经发生了，就是到目前为止，拜登得到的选举人票的确是比川普多，川普可以去挑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总务管理局他的这个认定这么重要的原因，理解吗？好不好？观点怎么觉得好像是民主党和在川普他的律师团队在战斗？我想知道川普的共和党都去哪里了？为什么只见左派不断的出击，而看不见右派的反击？只有川普一个人在那里战斗。所以这就是你看到的另外一部分不知道的部分，就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去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所有不确定的事情我都没有报道，我报道的全部都是确定的事实，其中包括一个什么，就是川普总统提出来他对选举结果的挑战，那也是事实。所以大家知道中间有涉及到很多，涉及到诉讼，我会报道，我会统计告诉大家发生了哪些诉讼，但是中间有一些传言各种说法我不报道。为什么？因为我还不确定那是事实。包括现在讲的很多的，我没有做过一个专题讲选举投票系统出状况，我没有报道过。为什么？因为我还不确认那是真的。哪一天我可以确认它是真的，就是当他去最高法院去提起诉讼的时候，他把这个作为一个证据提交给法院的时候，我就认为那是真的了。就是我认为那是证据，这件事情作为证据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会报道。所以大家要知道，我有些东西我是不报道的。为什么？这是基于我的专业的判断，我认为我还不确定的是事实，我就不能报道，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有一些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川普，但是大部分的共和党的那些大佬们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也拿不定主意，他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中间有非常尖锐的对立，其中包括是川普的律师团队这种朱利安尼和他的鲍威尔他们的这种尖锐的指控，你没有看到证据，所以你不能够说啊。就比如说朱利安尼上个星期五的那个记者会，我从头到尾看完了，
老实讲，我看完那个记者会，第二天当天所有的自媒体都说实锤了，这个实锤了，那个实锤了。但是老实讲，我看完那个记者会，我超级失望。为什么？如果我是朱利安尼，我经常讲，如果我手上有证据，我就会在后面做一个黑板，啪啪啪把所有的证据一字排开，一样一样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是他们水平不够吗？我觉得不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我仍然存疑，所以我就不报道。所以我对川普总统的态度和对拜登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我要看到事实，用事实说话，没有事实的事情我都不讲。如果我讲了，那都是讲出来的那件事情本身，这个事实很重要。你比如说川普总统认为选举舞弊这件事情本身虽然是他的看法，但是这个他作为总统，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看法很重要，我才会报道。所以大家可以回溯我们的视频，我们是不是只报道事实，看得到的事实，好吗？观点以美国的社会，如果有组织的作弊，一定有人出来。只有中国人认为无痕的作弊认为有无痕的作弊，但是小规模由个体实施的作弊，在短时间是无法调查取证。只是这些个体的作弊规模上没有改变选举结果。OK， 观点：从官员的言行就可以了解美国的官员素质，不只是清楚解释了当前的状况，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真正强大的国家。非常正确。我提议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五毛在这个时候就是浑水摸鱼，他们就是浑水摸鱼。那么他们的一个导向是什么？就是要否认美国的民主政治。我还是认为，我到现在非常坚定的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非常稳固，而且非常强大。而且我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崩溃。虽然川普团队非常尖锐的抨击现有的选举体系，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选举体系是彻底腐败和崩溃的，除非川普总统在高院或者在州法院全面打赢了他的官司。我当然更加坚信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可靠的，是公正的啊。观点：川普不想带美国所有的执法部门为难，他按照美国宪法做事情，哪怕自己再冤枉都无所谓啊，不能无所谓啊。川普按照做人和宪法做事情，但是1月20号之前，川普还是美国总统，非常正确。至于1月20号之前三军总司令，川普做什么，对外国势力做什么事情，川普有宪法保护，他做这些事情非常正确。1月20号之前，川普总统仍然是美国的总统，他有美国宪法赋予他的所有的权利。与此同时，如果他胜选，他就继续执政；他如果不胜选，他在此之前要配合他的继任者做好权力移交的工作啊。观点：无论如何，按照规则行事总是好事，不必搞帮派清洗。希望4年后，彭斯加蓬佩奥组合上位。态度：美国的制度确实让人钦佩与尊重。光是美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待权力的态度，就不愧世界 No.1。这要是敢是强国最高权力移交，都不知道幕后斗死多少人，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我个人以前是个人崇拜比较重，比如非常支持川普，现在我更加支持川普。同时我明白了，我更应该公平的接受拜登，因为他们两个候选人都是美国的成功，都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成功，打心眼里羡慕美国人的制度，非常正确。有网友在评论区里面说啊，我昨天说，不管是拜登胜选还是川普胜选，都是美国民主的胜利啊。有网友上来就说我不觉得是美国民主的胜利，因为美国出现了选举舞弊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法庭判定这次选举出现了舞弊。
等于你拿到了法庭判决书，你再来说这件事情。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有条件做出这个陈述。你可以去法庭抗辩，就拜登团队可以去法庭提告挑战选举结果，认为选举舞弊。但到目前为止，包括川普团队在各个州提出的诉讼都没有针对选举舞弊的诉讼。大家去查，川普团队在各个州提起的挑战选举结果的诉讼，没有一起是针对选举舞弊的诉讼大家可以去查。所以请大家慎重的表达这次对这种选举结果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选举舞弊了，没问题，这是你的看法。但是如果你以此作为一件事情的依据来推导出另外一个结果，那我不同意。OK， 因为这不是事实，这还没有成为事实，好吧？观点想改变结果，要推翻5个州，改1个州还有可能，5个州绝对不可能。我一直在跟踪那些作弊爆料，最后都是虚的。如果你中立的位置去看进程，就知道尘埃已定。我不知道很多网友有没有在跟进这些事情，或者是你只是听别人说我相信99%的网友都是在听别人说。你一定要跟进每一个进展。你可以看一下之前讲有大规模死人票的，现在结果呢？你去再去看一下，大家去回过头去看一下之前的所有的指控，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法庭有没有接受那个指控？这个官司到底打得怎么样？你有没有去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这个世界不是按照你的意愿去运行的，这个世界是按照它既定的规则去运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你一定要看你不想看的那部分内容，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完整的样子是怎样。我尽量努力的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所以我没有选边站，我既不是选民，我也不参加选举，所以我没有立场。我并不是因为我要随风倒，我有我的看法，但是我把我的看法放在一边，我去做报道，我尽量提供真实的情况。所以请你认真的想一下这些事情，好吗？情绪，我是川粉，更多的是支持川普打击中共的诸多政策。拜登未必不好，但我的心情确实高兴不起来。我要提醒自己，真正邪恶的是谁？心情有些复杂，谢谢理解。这个我觉得这个网友就非常的好。这也反映很多川普支持者的心态。什么心态？川普总统打击中共在整个全世界整个西方阵营当中，他是最早站出来挺身而出找中共麻烦的人所以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是基于这个。但是你可以支持川普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因为支持川普就说拜登是亲共，就跟中共勾结，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你没有证据有人说这个川普的儿子有各种弊案，我没有报道过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你想一下，那个录音带什么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么长时间，你以为川普团队都是吃干饭的吗？如果有这么好的工具可以攻击对方，一个竞选团队完全视而不见，你觉得有可能吗？所以用常识你就可以判断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想去打击大家，我只是觉得你一定要去用常识去分析一些事情。一些太明显的，为什么有一些太明显的假象我们判断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太希望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结果。你可以看在中文自媒体当中，大部分在这场选举当中，大部分的自媒体都在自嗨。什么叫自嗨？
自嗨的意思就是他们只是希望表达他们想要的进程，而事实他们全部都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证明他想要的进程的事实放进去，互相证明，用事实和期望互相证明，结果一定是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场美国大选当中，中文自媒体基本上，能够冷静真实的反映这个情况的不多，很少，寥寥可数。我中间曾经不想报道美国选举，其中有个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事实新闻事件我无法判断，不是的，我真的能判断，是因为我们的不宽容，是因为中国人的特性，是因为这些激烈的攻击，是因为这些攻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你们看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些攻击都被我删掉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损失的是谁？损失的当然不是我，损失的是大家。我个人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一个自媒体。但是大家知道，中国人要离文明近一点，我们能做的事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一场一大票人的这个自嗨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有2点？第一点，对对手的那种没有底线的攻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完全没有进行独立思考，没有常识，完全就是人云亦云，大家抱团取暖，互相给对方支持，影响对方。就是这2种表现，让我们中国人在这场美国大选当中出尽了洋相。你可以看一下，在全人类当中，各个民族，中国人，你可以通过这次选举你就知道，中国人是离现代文明最远的民族。你可以看看这个我们的聊天室，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评论，你可以看一下那些没有底线的攻击，不完全是五毛。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怎么对待其他人的，你就知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要坚定的做。我为什么中间有一段时间不做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我不想卷到这个泥巴战里面当中。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保持我自己的清白，就我要保持我自己的清白，我不想我被玷污，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做。而选举结果之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面对事实了。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你可以看到中文自媒体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人参与这场选举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冷静下来，在疯狂自嗨，这就是我非常失望的原因。老实讲，通过美国这次大选，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中国人离现代文明的距离有多远，非常的远。所有的人都应该好好的认真的思考反思。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根本没有资格去评论美国的选举政治、选举文化，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这些话。为什么？你连起码的宽容都没有，你还讨论什么民主政治？非常的可笑，非常的可悲，也非常的让人齿冷。观点：王先生一直很肯定川普的政治品格，很多五毛说川普是流氓，会赖着不走，最后被保安架走，还说什么失控要打内战什么的，都是中文自媒体。这次选举比2000年失控，我认为美国并没有失控，是有人反对，是有人很愤怒，是有人不接受这个结果，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是没有看到美国失控的情况啊，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叫什么？这种共同情绪互相渲染的这种共同情绪，控制了大家。因为据我所知，很多自媒体
的这个博主，这段时间都表现出来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不在美国，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好好的反思这件事情。我们只有认真的反思，我们才会进步。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进步一点，我们才会离现代文明更近，而不是更远。不比2000年失控 ，OK， 我念错了不比2000年失控 ，OK。提问：什么制度可以保证美国高院的公平公正？是证据一定会被高院接纳吗？我们不提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好吗？你先把美国的高院的公平公正这个问题搞明白，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如果美国的司法公正无法，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公正都无法确认的话，那你怎么确认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你说说看啊！情绪在墙内，清醒又无奈，只能在抖音发一些鲁迅的文章和擦边球的视频，被大数据匹配到5%同温层，获得稍许安慰感。另外95%的韭菜被一种世俗、庸俗、娱乐的方式循环洗脑，普遍低质化、弱智化，难以想象一个成年人自称某某宝宝。OK。提问：王老师认为川普会参加2024年的大选吗？我认为他不会。如果川普这次败选，他会退出政治舞台，我认为是这样。为什么？2024年他多大年纪了？我觉得他已经年龄太大了，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我的猜测提问：王老师，选票机软件如果必须开源，并且同一张选票由3个不同厂家的机器分别读取，只有结果完全一致才算获得选票，这样是否避免可以出现的舞弊呢？我喜欢开脑洞，希望听听王老师的意见。我们可以设计出比你想象的还要严格的选票制度在选票管理或者选举制度上面，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完善的方案，这个没有问题。这里面有2件事情，大家要知道，任何的保安措施都是有成本的。它的成本是什么？它成本就是效率或者是时间。就是说，我们都是要在保安的成本，就是我们付出的时间和效率，还有隐私等方面你要付出代价。那么你效率越高，保安这个领域的防止作弊，保安这个领域的这个投入就会越少，那你效率会越高。这其实是永远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这个在美国的宪法当中规定，选举是各个州的事务，所以各个州他自己有不同的想法，他自己设计不同的选举制度。所以我不认为美国的各个州是由各个政党来控制这个选举结果的，不是这样。如果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果的话，那你想一下，美国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正常的政治运行？或者美国的政局那不是天天都在动荡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有一些共和党的这些人跑出来批评川普总统，说你攻击美国的选举制度会对美国政治不利，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大家不要把美国政治带入到中国政治当中去，这是2个不同的政治文化。就是说，即使那个人跑出来批评川普总统，说你这样攻击美国的选举制度，讲美国的选举制度完全崩溃了，这是对美国本身的一个伤害。大家不要以为这样一讲，这个人就变成反川普的人，不一定的有些人出来这样讲，完全是出于公心，他可能还是仍然是非常支持川普总统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我们一定要跳出我们原有的中国政治的范畴来讨论
要用美国的语境来讨论美国的选举政治，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文化。那么这里面有无数的抹黑，各种阴谋论啊，我没有证据的任何一个阴谋论我都不接受，我都不接受。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改进美国的选举制度？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比如说，如果美国的这个投票软件这么容易被控制，为什么美国国会不可以出面来开发一个天下无敌的选举系统呢？对不对？又不贵，$1亿够了嘛？飞都可以啊。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放到美国的政治环境当中，那美国各个州得同意才行，州不同意你搞什么搞？美国人就愿意这样，他不愿意那么麻烦，那他就越简单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如果美国的选举制度真的像过去一段时间讲的漏洞百出吗？我不相信。如果美国的选举制度这么漏洞百出的话，他可以一届一届的总统选出来，不出状况，不天天打仗，见鬼了吧？所以我不相信美国的选举制度漏洞百出。你说啊，这个地方你看有人在这里搞一下又出问题，有人在这里搞一下又出问题，问题是美国的选民都来出来搞一下吗？我觉得大家太小看美国了，太小看美国政府了，也太小看美国的这些组织了。大家不要忘记了，川普现在仍然是美国的总统，在他眼皮底下，什么事情他会不知道？他手上有那么多的情报组织、情报机构，你想想他会不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些很多的猜测不符合常识，超出了我的至少超出了我的常识范围，好吗？观点无论谁上台，美国并不会亡国，而中国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过去，站在总加速器已经把脚伸进油箱了，但奈何这么多年民脂民膏可以让它造几年，下场参见帝国的消亡。 OK， 问题支持王老师的客观分析，鉴于今年大选的复杂局面，过渡期间的美国对中苏欧盟港台地区的外交政策会有何影响？会有军事行动吗？各国又处于什么样的心态？当然不会有军事行动。为什么？有人在猜测啊，说这个，特别是我不知道看哪个节目说美国情报官去台湾啊，然后同时去了若干个地方，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去了这些地方，说是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要对中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你想一下，川普总统要是用这种方式来保持他的权利的话，他当初为什么要提起诉讼呢？他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摁下来，啥都不查，数什么票，我直接动员我的支持者上街就好了，对吗？他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情？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建制里面来？他直接在建制外搞运动，政治运动不就行了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不会干这种事情。我不认为川普总统会干这种事情。川普总统从选举开始到选举结束到现在，他的所有的行为都符合一个现任总统的表现，或者说他的表现都符合作为一个美国的领袖他应有的道德水平。所以我不觉得川普会干这种事情，说为了保持他的权利，他不惜牺牲美国的利益要干这种事情，我绝对不相信。在目前这个现有的条件下，我绝对不相信。那都是空穴不叫空穴，那是无稽之谈。就是说，大家要明白，我们一个政治运作或者一个政治进程，它绝对不是一个无缘无故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政治进程都跟3件事情有关。第一个，你现行的政治架构，美国总统权力很大，但是美国总统的权力都是被监督的。
他把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个共和党的参议员还是众议院的领袖找来去白宫谈话，媒体全程跟踪到白宫门口。你想一下这什么情况？所以美国总统权力很大，但是他的权力是被监督的。所以大家知道，每个政治进程它都受3个条件的限制，都是或者是在3个条件之下发生。第一个，现有的政治架构，那很多人是以习近平的权利来考虑习近平的处境，来考虑川普的处境，怎么可能？美国总统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和中共的总书记比，那完全是不同的 situation。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的政治环境，当时的政治气氛、政治环境、政治诉求，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个人的政治取向，你可以看到，每个政治进程都是由这3件事情决定的，他跑不出这3件事情定下来的框架。所以你看一下会发生什么？说美国为了川普，为了保持权力发动一场战争，我觉得这非常荒谬，绝对不可能发生，那是对美国政治的侮辱。观点，美国的法律就是有理慢慢说理，说白了，美国除了有理，还要有钱才能打官司。川普现在按照美国法律走程序，本人不是五毛，也不是王老师的托，我就是想告诉你们，真正的文明确实要先按照法律来，先文明再流氓。先文明再流氓，你到底是想文明还是想流氓？我觉得还是要文明吧，你说呢？观点，很多华人是今年第一次跟踪选举，实际上这次跟以往并无不同。每次选举，年轻人都是自由派。有句话希望大家记得，如果年轻人不是自由派，是没心；如果年长人不是保守派，是无脑。我看美国政治这么多年，这句话解释了整体的政治冲突。所以虽然我偏右，我鼓励我的孩子去偏左，去关注人权。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一个人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保守，但是即便变得保守，也需要建立对人权的关注上。非常正确非常正确观点，这次大选中文社区是造谣传谣制造阴谋的重灾区，除了华人自己应该反思之外，希望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重视，不能因为一坨老鼠屎坏了整锅汤。要抓观点，请大家不要用同温层的视角考虑这次选举，也许有舞弊，包括我也相信，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现实的情况。我也希望川普在这次法律诉讼中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就算川普没有当选总统，毕竟也有国会牵制拜登的权利。就算川普没有当选总统，我相信2024年川普会用更伟大的选票来证明正义的伟大。 OK，很好。观点，喜欢听王健老师的7期节目，就是因为老师的洁身自好，自我的性格非常中立，非常中肯，实事求是的分析恰到好处。心中有一个神一样存在的川普，希望他没有一点瑕疵。他会影响我做工，影响我饮食起居，为他欢，为他哀。王老师的直白很打击我，但是还是相信王老师的直白，支持你，谢谢你的支持。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知道真相越早，我们就会离真理越近。我们如果远离我们不喜欢的真相，我们其实离真理是非常远的问题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拜登团队中提出中美战略竞争战略？是回到奥巴马时代吗？还是会赋予新的内容？你会回到奥巴马时代吗？你会回到叫什么胡温时代吗？有谁还能回得去？没有人回得去啊。所以拿拜登的国策来，拿奥巴马的国策来比照拜登的国策，我觉得这是基本上的常识的错误。第一，拜登虽然是奥巴马的副总统，但他毕竟不是奥巴马，对不对？我就算奥巴马回国再当一任总统，
他会实行他当年的政策吗？他也不会啊。为什么？事易时移呀，这个世界都变化都已经这么大了。奥巴马时代中国还是排第几啊 ？GDP 还排第5、第6、第7、第8呢。现在中国已经是第2了，已经在美国的后面了。奥巴马你觉得他会还执行当年的政策吗？所以我们不要去讨论，不要用这个角。我为什么现在不想讨论拜登政府的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猜测没有任何价值，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误导。除了误导和误判，不会有别的结果。因为什么？因为拜登不是奥巴马，现在也不是奥巴马的时代，他怎么会实行那个时候的政策呢？大家想一下都知道，美国的整个的政治环境，全世界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拜登有那么笨吗？他毕竟是过五关斩六将打出来的一个总统。美国总统是怎么出来的？大家想一下，他首先要得到党内的支持，然后再去把党内的那个对手打败，然后获得提名，他才来跟另外一个党的提名来打，再打一场，最后出来的有一个是蠢货吗？没有一个是蠢货，好吗？反正我是打不过，你打得过你去打一下，是不是？我都能看到的事情，整个总统团队看不到吗？我觉得他们都能看到。他做不到的原因是他有做不到的背后的条件。那么在某一些问题上，某一些角度上，我们会和白宫的团队有不同的视角，所以他会有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这个都很正常啊。观点有质疑有诉讼并不是坏事，反而是把事情曝光，让那些失败选民的疑虑消解。如果因为当选的不明不白而导致一半的国民对国家制度失去信心，进而导致国家分裂，那才是最坏的结果。非常正确。所以我非常支持川普总统提起诉讼，用诉讼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掉。然后有人讲，那你怎么保证这个法院是公平公正的呢？如果你要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美国大选？是吗？如果美国司法公正都无法确保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美国大选？你想一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前提的。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有前提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前提都重新再讨论一遍，那我们就先讲从达尔文开始讨论呗，好不好啊？观点王老师，有些事实不一定能够找到证据，正如你所说，这个世界不是可以拿出证据去说明一个事实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那你就得接受。如果你拿不出事实，拿不出证据来，那你要去打官司，那你只能面对那个结果。你说是不是？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运行的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运行的话，那这个世界不是乱了套吗？你说呢？观点：关于总统大选的报道，与其说支持王老师，不如说认可王老师的新闻态度。王老师是真正的新闻人，谢谢你的肯定啊。观点王生，能否在直播开始的时候用2-3分钟做个天气预报，或者是每日趣闻之类的再讲主题？每次广告之后进来，你已经讲了800里外了，请理解和照顾一下完美主义者和强迫症患者，谢谢。我想一下该怎么办啊？我可能要提前一些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预告发出去，可能这样更好。因为如果我先讲2到3分钟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话，我估计有人已经跑掉了，好吗？情况：蛋壳网公寓租赁暴雷的情况还在发酵，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冬天因此无家可归。期待王老师解读隐藏的公寓租赁这头灰犀牛对今后的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老实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骗案，这是一个庞氏骗案。影响更大的是什么？影响更大的是 P2P。 为什么？ P2P 的资金规模量太大，
因为 P2P 的这个平台，它有很多的资金在上面跑，所以 P2P 爆雷呢，到最后政府是强行让它爆雷，就是他不想让它存在了，就是用非常非常 dirty 的这个手段让这些 P2P 爆雷，所以那个影响更大。蛋壳网的影响是民生层面的影响，就这些年轻人，他明明交了1年的钱，他每个月还有公款，但是房子没了，为什么？中间这个人跑了。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2点。第一点，在中国呢，你就用传统的方式去做一些和你基本生活有关的事情，比较安全啊。像这种东西，说我要交1年的钱的这种事情，或者把钱给别人的事情，反正你记住，收钱要快啊，交钱要慢啊。我还交钱要交1年的钱，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干。在中国，任何一个交1年钱或者交半年钱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健身房啊，交1年钱的这种东西呢，办什么卡什么叫什么这个预付服务的这种东西，大家记住，千万别干，便宜也别干。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健身卡一般办1年的，然后便宜很多啊，总共1年才花了3000多块钱，但实际上你总共去了3次，一次交1000块钱，贵吗？更贵吧。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想一下就知道啊。所以我情愿什么呢？我健身，我一次次交，哪怕贵一点，你都是便宜，最终你算回去都是便宜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蛋壳网这件事情上，大家记住，在中国任何预付式的服务都不要相信，都会有假的。观点赞同王老师分享，我也是川普支持者，但是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接受现实了。拜登上台对中国打压会不会比川普少？打法不同。中国人想民主自由，先要从自身学习西方文明开始啊，非常正确。观点这次大选中表现出现的投票的漏洞是真实的，比如不需要验证选民身份，或者是肆意大面积发放邮寄选票。美国的选举日只有1天，但是今年却出现了大选夜一度计票停止的情况。今后应该通过严格的立法来保证选举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否则会影响公民选举的信心和共和基础。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我不同意啊。有一部分对，就是任何漏洞都应该去堵，但是企图设计一个完美的选举系统，那是没有效率的。这2件事情其实这跟谁有关系？跟美国人有关系。美国人看他愿意做到什么程度啊，这是各个州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美国出现了大面积的舞弊现象。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任何选举都会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大规模的恶意的有组织的这种舞弊，反正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不能以此为前提去证明一个论点，这个我不同意啊。OK， 情绪，这次美国大选，我在华语 YouTube 中也看清了许多大 V， 很遗憾，之前被我跟踪的许多人都非常不客观，恐怕以后我们也不会再跟踪他们了。也就王老师的节目，客观就是客观。我非常同意王老师的一句话，这不是正义与邪恶之争，这只是2个愿意为人民做事的美国人的竞争，他们都是肯出来做事的君子。作为法国的右派固定选民，我已经连续2届总统投票挫败，但是奥朗德是我的总统，马克宏也是我的总统，虽然我没投票给他们，非常正确。这才是有政治，这才就有政治 sense 的人讲的话啊。观点，现实跟真理是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在中国即使有理有据，但中国司法上未必有正确的结果，这就是现实，不是真理。如今川粉害怕的是真理不在，只剩下现实。OK， 评论，我支持王先生的观点，我投了川普的票，但我认为肯定和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比谁当选总统还重要。
不能因为自己支持的人落选就怀疑甚至抹黑美国的选举制度。民主是竞争，不是斗争。很多人受斗争哲学的洗脑多年，把美国的民主选举看成是阶级斗争，这是对民主政治的误解。我认为不管谁当选，都会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人的阶级斗争，没有人会卖国。我同意，不管谁当选，都是美国民主的胜利，非常正确非常正确。你看看现在就是中文的这个媒体里面对拜登的这种抹黑，就是基本上认为拜登只要一上台就会把美国卖给中共。我觉得这是我没有见过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中文自媒体有多少个不是这样讲的，有几个不是，你不能说是有几个是，你去找出来有几个不这么说话的人，不多吧观点让我失望的是，朋友中好多受过高深教育、有英美顶尖学府的科学家，竟然完全没有分辨能力，一面倒的说什么左媒、禁言，甚至把各大媒体谨慎报道的做法看成是审查川普。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看看原文报道，多了解事实，而不是三手的消息，别人过滤过的材料。非常正确。所以我一直在讲，很多网友批评美国的媒体批评美国的左媒张嘴就是左媒，张嘴就是媒体一定有问题，这个没有，我从来没有为某一个媒体辩护过。如果你在指出某一个媒体的错误，我不为任何一个美国个别媒体辩护，但是把美国的媒体甚至说美国主流媒体我们就算有主流媒体，我一直认为美国是没有主流媒体的说成是左媒，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坚决不同意的。那为什么右媒哪去了？右媒了，死光了吗？就那2家右媒，怎么可能？你想一下，美国至少川普有多少选票？川普小1万选票嘛，是不是？那川普的支持者，如果你左媒挣那么多钱，为什么右媒不去挣钱呢？傻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 make sense 嘛，对不对？有左必有右那右哪去了呢？右就剩下 Fox 嘛 ，Fox 不是叛变了吗？剩下 Newsmax 才1家，好不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我就觉得这些人讲这些话，为什么不用脑子想一下呢？提问王老师一直是您的忠实听众，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在通俄门的集体高潮和在硬件门上的集体沉默，而您为什么认为拜登家族与中共没有巨额的利益输送？第一，我从来没有讲过拜登家族没有和中共的巨额利益输送，我没有讲过，我没办法证实他们之间有没有利益输送，所以我不讲这个，原因是这个。所以我没有否认，我也没有肯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事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俄门这件事情，大家要自己去看一下通俄门到底发生了什么，再来表达意见。大家觉得媒体集体高潮，大家不要忘记了，川普是美国总统，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的话，是不是应该去报道？肯定是要报道。但是你觉得媒体应该连那个硬盘一起报道？我认为我是没报道。为什么不报道？我刚才解释过。那么其他媒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报道。我理解中间的专业上的判断，就这么简单。理解了吗？所以如果你在否定美国媒体整体上的作用和价值和他们的表现的话，我不同意。你指出某一个媒体上在某个新闻上犯错，我没有任何意见。OK 我不为他们辩护，我不为拜登辩护，我只说有事实的部分，没有事实的部分或者是不可靠的事实，我都不说。这就是一个媒体专业上的要求。所以很多网友在评价媒体，老实讲，你真不懂，你在说你不懂的事情观点，我在佛州，周围白人现在都不讨论谁赢谁输，但是只有华人圈还在传播谣言造谣，天天攻击美国民主，就是中文圈，非常正确。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中国人，我对中国人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表现非常失望。
老实讲非常失望。观点，川普表现出来的是个革命者，为美国全球主义遗忘的蓝领发声，但是发声的方式有错误，有太多的 steal 这个词，挑起民众对世界及中国的仇恨。他应该告诉这些蓝领，好好提高自身竞争力，去掉懒惰，学习技能，不要动不动就罢工，学习德国工人的精神，把失去的工作争取回来。川普拿什么都永偷定义比较 low， 比较无法真正的解决根本问题。情况经历了6次美国总统大选，身边的美国朋友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每次选举后，我们5家仍然是最好的朋友圈，仍然一起旅行、野营和团聚。这次选举没有带来我们之间的裂痕，彼此之间更没有任何攻击和伤害，这才是我们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共同见证美国三权分立的自我调节和治愈能力。王老师是真正的具有实力的专业新闻人，谢谢你。观点，不要把查理·菲曼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往情深和一厢情愿而确信某些事情的真实性。自欺在这个世上是最简便快捷的了。要再读一遍吗？我再读一遍啊。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往情深和一厢情愿而确信某些事情的真实性。自欺在这个世上是最简便快捷的了。观点，无论谁当选总统，我们都希望美国媒体能够负起该负的责任，切切实实的调查一下大选舞弊的情况，或者证伪或者证实，这才能够让我们这些相信民主自由的人放心，对普世价值具有信心。非常正确，美国总统选举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怎么能够放过？一定不能放过一定不能放过。如果有舞弊，一定要查出来。而且我相信，在美国的软实力当中，媒体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也是美国对全球产生影响力的核心力量。所以我对美国的媒体非常有信心。这是美国强大的其中一个原因观点，王老师对疫情的分析，对金正恩的分析，对大选的分析高人一等，我已经取消订阅了很多其他华人的自媒体。OK， 谢谢明谢姥姥王，谢谢何罪之有，无需道歉。OK，Roger， 谢谢小小，谢谢，希望先生的节目被越来越多人听到，谢谢先生的付出和支持，会一直默默的支持，谢谢你。于滋滋子，谢谢 Crab J， 谢谢黄金秋，谢谢清水蓝天，谢谢观点，王先生非常温和，但有些人不顾事实，一味相信传言，传播谣言，不同你就是敌人，再温和也是对立面敌人。陆山，谢谢内心住着阳光的媒体人，谢谢 Lily， 谢谢 Tom Mank， 谢谢 David Yu， 谢谢感恩节直播参加不了，提前支持王 Sir， 谢谢米娅王，谢谢 Vinci 达芬奇达芬奇先生，谢谢 Helen 张，谢谢陈川涵，谢谢，今天辛苦了，给王先生和管理员消消气。OK， 我没有气，我真的没有气，我只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伤心，因为我真的是满腔热情的在做这个节目，也真的是毫无保留的把我自己的认知和专业奉献给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们所有的善意在这里面我也当然我自己也是有脾气的人，所以我也如果大家某些网友受到了伤害，我也向大家道歉我们还是我经常跟我太太说，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吵架，但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回我们自己原来讲的那个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Law in Law， 谢谢
Y2杨一，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